沈腾怎么了？咱们先来看看评论区奇怪的画风，把低俗当有趣，猥琐已经快写在脸上了。搞小品的离开黄段子，小品都写不出来。44岁的沈腾，如今依然是内地的喜剧一哥，到底为何口碑如此下滑，遭到网友的怒喷呢？事情起源其实是网友发现某档综艺中，沈腾疑似在吃饭的时候开黄腔。这一期是加更，所有嘉宾第一次正式见面，嘉宾最后到场，与大家挨个握手。当时节目组为沈腾一行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，大家都是刚从酒店出来，可能也是有点饿了，再加上嘉宾性格本身就不拘小节，他直接拿起了一块糕类的食物，表示给大家打个样尝尝。于是，在大家的注视下，嘉宾用手抓了一个当地特色的小糕点开始品尝，并评价味道腥得慌，味道有点奇怪。说完，嘉宾把剩下的也塞进了嘴里。一般听到腥，首先会猜测食物里面可能有海鲜或者类似虫类的东西，但沈腾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是不是没洗手”。此话一出，在座的其他男嘉宾立刻秒懂，并哄堂大笑。镜头一给到金晨，金晨表情十分尴尬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该说什么，只能默默地跟着傻笑。别说什么过度解读，都是成年人，这啥意思谁不明白？最后，嘉宾不在意的往下打圆场，表示自己手也并不是全都沾着食物。然后大家纷纷想要品尝一下这个食物，周也在旁边一直没出声，咬了一口糕点，最后细细品味了一下，表示这个食物的口味确实有一点奇怪。其实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在食物本身了，究竟是什么味道这么独特？后面嘉宾还想再吃一块，他又拿起一块往嘴里送。偏偏这时候沈腾又开始说话了，拿那个手，你拿那个手。沈腾不仅又强调了一下，甚至还重复了2遍，后期也非常配合的把手的问题放大打在了字幕上。其实感觉这里嘉宾是有点尴尬的，但他没办法说，镜头再次给到身边人的脸，坐在嘉宾旁边的白举纲脸都要笑开花了。镜头再次切，金晨出现在屏幕中，好家伙，直接笑仰过去了。不是，咱说这玩笑究竟有多好笑啊？当周也入画时，我替人尴尬的毛病都犯了。周也明显也笑了，但这时候他低头刻意摆弄了一下发型，而且瘪了瘪嘴，明显被迫无奈。要知道这可是第一顿饭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，而且还有2个女孩子，就这么梅开二度，真的有如此好笑吗？注意，嘉宾在这之前可没做饭，而且全程没有抓过什么与海鲜有关的，沈腾却偏偏要在手上做文章，这种恶趣味像极了小学的时候只知道开黄腔还莫名其妙笑开的男孩。沈腾当着很多人的面毫不顾忌的开黄腔，并且从他的语气来看，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自己此话的不妥。最后，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，直言在工作场合还有女生在场的情况下，沈腾公然开黄腔的行为很恶心，也是不尊重女生的表现。还有网友认为，沈腾一直以来国民度之所以还不错，是因为大家赋予他的喜剧人滤镜和他与马丽这一对 CP 带来的效应。实际上，这也并不是沈腾第一次口碑下滑了。王牌对王牌8节目组恶搞关晓彤，相信大家也都多少了解了一些。在20多岁女孩生日当天，用耗费几年时间、价值几亿的科研成果来吓哭她，最后来一手看似感天动地的生日蛋糕来圆场。这种没长脑子的恶趣味，节目组被骂当之无愧，但沈腾也是功不可没。节目走到第8季，沈腾与关晓彤几个人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就算到了别的节目，也能明显看出来关系好。就他的咖位来说，完全有能力拒绝节目组的策划，但他还是同意了。在对方即将接下来的时候，直接松手。当关晓彤颤颤巍巍要解释的时候，沈腾又用那种冰冷的言行举止，抹杀了关晓彤最后一丝希望。最后，沈腾甚至没有留下来陪关晓彤，让他自己在舞台上独自承受。他哭了，随后蛋糕出现，他笑了。沈腾甚至全程目光都在蛋糕上，包括周围几个男明星全都关注着生日蛋糕，嘴都要咧到太阳穴了。包括主持人沈涛刻意强调蛋糕上插了小彤以前节目里的造型，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们为你好。然后沈腾略带歉意看向关晓彤。他明知道小彤不会生气，这么做不过就是一场恶作剧。可他和节目组一样，不懂当事人觉得好笑的才叫开玩笑。而且在节目里，沈腾也不止一次随意对着关晓彤开玩笑了。
之前在王台的一次直播中，关晓彤穿的裙子有点短，为了防止走光，准备拿毯子盖一下，沈腾立刻阻拦并调侃：“遮什么遮？就指着这个来冲收视率。”当时这番话无人在意，加上贾玲接话活跃了气氛，化解了尴尬。可细细想来，是否有不妥之处？更致命的是，在网友的顺藤摸瓜之下，扒出了沈腾以往在节目上或私下的一些不恰当言论，他的好口碑遭到了滑铁卢。如果说幕后采访让关晓彤露腿涨收视率只是小小的乐子，那么人前故意对比自己小18岁的女孩，说些让人想入非非的话，真的算是为老不尊。有网友扒出，之前沈腾在节目上曾对关晓彤开黄腔，在某个游戏环节，他给猜东西的关晓彤的提示是“你一直想对我做的事情”，关晓彤猜不出来，他还补充“想啥呢你”，让关晓彤有点尴尬，只能保持微笑。最后还是贾玲出来打圆场。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马丽身上，马丽当时也是穿着短裙，拿衣服遮住大腿，被沈腾猛的一下抽走了遮挡的衣服。其实女明星在上节目上因为穿短裙，为了避免走光拿衣服挡住是非常正常的，有很多男星甚至会绅士的主动照顾女星，比如王嘉尔在节目上就主动帮穿短裙的戚薇拿了一块布盖大腿。对比之下，沈腾对关晓彤和马丽的行为让人太无感了。除此之外，在网友的深扒之下，还发现沈腾作为一个喜剧演员，但开起玩笑来也很没分寸。每年的4月1日，很多网友和业内人士会发文悼念张国荣，他生前在圈内地位很高，不管作品还是人品都得到很多圈内人士的尊重。但沈腾曾在12年的4月1日发文，张国荣才是真艺人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娱乐下我们。后来在14年的5月8日，他又转发一则关于父亲节、母亲节日期的动态，配文：“我们只记得张国荣啥的。”虽然这2则动态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开玩笑的心态，要说沈腾有什么恶意并没有，但他确实是没分寸了，拿一位已经去世的演员作为笑梗，还在4月1日这么悲痛的日子开玩笑，多少是有些不合适。当然，那时候的明星稍微口无遮拦也无可厚非，如果放到现在，沈叔叔肯定不会发，或许他也没想到如今自己能火到这个地步。这也就不得不提到王劲松的话了，我们应该规范言行，时刻注意举止，对得起热爱我们的观众，也对得起社会给予我们这个行业的支持。如今沈腾光是主演票房就已经突破了300亿，断崖式领先甩开黄渤。或许确实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，都年近半百了，好不容易火爆全国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，如果只因3言2语口碑翻车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沈腾因为《夏洛特烦恼》一夜成名，他的心路也和夏洛的人生轨迹一样，从默默无闻到底层逆袭，走红的沈腾凭借喜剧人的人设在圈内很吃香。不过，沈腾在《夏洛特烦恼》之后，似乎并没有高质量的作品，《满江红》口碑翻车，《超能一家人》未达预期，沈腾本人的口碑也逐步在下滑中。现在他穿梭于各大综艺节目之中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人设火了，作品没有跟上，也让一些事业粉寒了心。打铁还需本身硬，艺人要想走得远，作品才是王道啊。要说沈腾到底怎么了，最关键原因其实是沈腾的摆烂，综艺摆烂。当下沈腾参与的几部综艺都无聊到家了，尤其是王牌对王牌第8季江郎才尽，他作为主力却也甘之如饴，大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。电影作品摆烂，2年4部电影，《四海》、《独行月球》、《满江红》还有《超能一家人》。要知道沈腾和吴京可是影圈最顶的顶流，口碑如何，大家自行感受。甚至在《四海》大翻车时，沈腾都要站出来力挺。如果他真的为观众考虑过哪怕一次，接踵而至的大烂片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再看回沈腾与贾冰的笑谈，他说什么不重要，重点在于他的态度。别人就算再笑，没接他的话茬，第一次就可以停了。然而一次说完了，还要几次三番的重复，这么低级的趣味，真的就那么好笑？这还是在有镜头的情况下，或许观众赋予沈腾的那层滤镜，早就在他不经意的言行举止间碎一地了。